大家好 ，ChatGPT 发布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更新 Code Interpreter 功能，可以利用编写 Python code 来实现我们的工作目的。也许说了这么多你还不明白，那我们今天就来挑战一下，利用 ChatGPT 来分析 FBI 的犯罪数据。首先第一步，我们需要从 FBI 上获取数据。那么我们首先需要登录 FBI 的官方网站。OK， 已经打开了 Welcome to FBI， 并不可以切换成中文啊，果然对中国不是非常友好。那我们首先可以借助翻译工具来翻译一下。那我们选择这个查找犯罪统计数据，然后我们选取它最新发布的信息，然后我们需要 download。我们可以看到是2022年的9月才发布的21年的数据，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可以查到的只是21年的数据。那我们来下载一下2021年按照各州分类的犯罪数据，然后我们选择 download。OK， 我们下载好了，接下来我们需要解压。打开文件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有3个文件。第一个是人员犯罪类的，那么一般人员犯罪包括一些人员伤害啦、拐卖啦、绑架之类的。那么第二个犯罪是财产类的，一般包括入室抢劫啦、受贿啦、纵火啦、假冒伪劣这一类的。那么第三个是关于社会类的主要包括药品、麻醉剂、枪支、武器、虐待动物等等。那我们直接来一个尺度比较大的，我们来让 ChatGPT 分析一下人员类犯罪吧。绑架、拐卖之类的，一旦遇到，基本上九死一生啊。确定了需要 ChatGPT 分析的文档以后，我们接下来要打开 ChatGPT。首先大家要了解 Code Interpreter 功能需要付费用户才可以使用，付费以后我们需要开通这个功能。我们要点击这3个点 Setting， 我们在这个 Beta 的选项里面要把这个 Code Interpreter 这个选项点开。如果你没有这个选项的话，你只需要耐心的等待几天，因为它这个功能是根据账号分批开通，并不是同步的。打开以后，我们在这个位置选择 Code Interpreter。那么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个加号，是可以上传文件的。我们需要把刚刚下载的文件进行上传。大家看到文件已经上传成功了。那么我们需要做的第一步是要让它清洗数据。我们需要首先清洗数据。清洗数据这个步骤很关键。我们下载的 Excel 表中会有很多的空白项或者有单元格错误的情况。那我们直接拿这个文档分析的话，它是分析不出来结果的。所以我们首先需要让 ChatGPT 将数据进行一个清洗。它的清洗过程还是比较复杂的，而且现在 ChatGPT 它每一步都会告诉你它在执行什么样的操作。OK， 那么现在显示这个数据已经清理得很干净了，所有的数列值都已经被转换成为了整数类型，所有的缺失值也都已经被处理。接下来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和可视化了。那么我们第2步，请将该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并不少于10种方式。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不少于10种方式？因为现在 ChatGPT 可能是为了节省算力，它很懒。如果你不强调的话，它一般只给你做1-2种图像分析。那我们看一下 ChatGPT 已经开始进行分析了。那么首先这个条形图就是一个犯罪总量的分析，它列出来的就是哪个州的犯罪总数更多。第2张图是它的犯罪总数跟它的执法机构的数量的对比。那么第3个饼形图的话是犯罪类别的对比，文件上字有一点压缩到一起了。那么这张图我们基本上就使用不了。如果你一定要使用这张图的话，你可以根据这张图重新跟 ChatGPT 下达个命令，让它调整一下。那么这个3点图表示的是人口总数跟犯罪数据的对比。
箱型图。那么这个热点图展示的是各种犯罪之间的一个相关性，这个我还有点看不懂。那么这个折线图也是一个人口总数跟犯罪之间的一个关联度的一张图。哇，大家看这一张图， ChatGPT 竟然说我忘记了导入，它竟然忘记了，这个说法就挺吓人哈，跟人一样可以忘记。那么总的来说，以上就是10种可视化的分析方法。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要求 ChatGPT 对这些数据进行一个进一步的分析。大家可以看到啊，我的命令当中是有错别字的啊，但是这个其实是不影响 ChatGPT 去理解你的目标的。那么 ChatGPT 已经做出了一个简单的分析啊。现在的 ChatGPT， 如果你提出的问题很笼统的话，它感觉也很糊弄你啊。所以如果你要想得到非常详细的分析的话，你就要把这个分析步骤细化，逐个的跟它提出要求，这样才能丰富这个结果。那么大概了解它的能力就行了。我需要形成一份分析报告。假设我们是站在旅游投资的角度啊，那么可以看到啊，它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份旅游及投资安全报告。那么还是这样，大家可以看到它所有的分析内容都是比较简短。如果你需要让它分析的更彻底、更详细一些的话，我们就需要逐条的让它去进行分析。比如说，我们首先让它对数据的来源跟处理进行一个更详细的说明跟分析。那么它才会丰富这方面的内容。因为我们这个视频主要是用来展示的，所以我们就不让它去进行太详细的分析了。主要 ChatGPT 4现在会对你提问的数量做出一个限制，如果我们问的太详细的话，一会儿可能就会限制我们提问了。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分析报告上如果做封面的话，我们需要一个词云，请将关键信息制作成词云图。我需要2张词云图。大家可以看到，第一张词云图它已经做好了。那么它就是按照犯罪率的高低，那么字越大的，像这个新墨西哥州，它就代表这个地方的犯罪率越高。这是犯罪率啊，不是犯罪的总数。如果我们觉得第一张词云图可以用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将它设置成动图。词云图设计成 GIF 图，变换的节奏略强。大家可以看到，它现在利用 Python 来制作这个动图了。它还要让我安装一些库，我觉得并不需要吧。大家可以看到啊，刚刚这个词云图 ChatGPT 指导我在电脑上辅助安装了一些插件，那么这个基本上已经生成了。然后我让它重新生成了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效果。那我们接下来尝试让它将刚刚所有的分析跟总结整合成一个报告文件，看看可不可以实现。我们需要 PDF 格式，同时可供下载。其实大家可以通过 ChatGPT 跟我们描述它这个工作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了解到 ChatGPT 其实一开始我们让它做一个工作的时候，它并没有明显的规划，而是它就往这个方向去做的时候发现了问题，然后它再返回来，再想其他的一种方法去解决。我们可以看到啊 ，ChatGPT 好像在这个生成 PDF 文件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些问题，不断的在跟我们交流，它要尝试一种新的方法。哎，这感觉像极了一个人类在我们的对面啊。它现在终于完成了这个 PDF 文件啊，那我们下载它。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PDF 文件 ChatGPT 已经帮我们生成好了，是按照首先是这个词云图，然后是它的旅游投资安全报告，最后是它之前做的可视化的表格分析。总的来说，算圆满完成了我们的任务。通过刚刚简单的几步，大家可以看到 ChatGPT 的 Code Interpreter 功能
帮我们完成了一个从数据的清洗到数据分析、可视化图表以及一些词云动图，最终帮我们生成了一个 PDF 文档，基本上帮我们完成了整个数据分析所有环节上面的工作。通过 ChatGPT 帮我们最终生成的分析报告，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按照犯罪总数来说的话，德州是犯罪总数最高的，山东省得多注意啊。那么如果按照犯罪率来说，就是每10万人口当中的犯罪次数来说的话，阿肯色州是犯罪率最高的，而新泽西州犯罪率是最低的。那么他也给出了旅游跟投资方面的建议啊，他认为考虑到目的地的犯罪率，比如说新泽西州的犯罪率可能比较低，那么肯定会相较于阿肯色州要更安全一点啊。他同时也说，犯罪率较高的地方可能存在较大的社会不稳定性，会对投资产生一些负面影响。那么当然啊，这些数据我也进行了一些核实跟这个原始的数据。总体上来说， ChatGPT 利用 Code Interpreter 功能进行的数据分析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因为它是利用 Python 的编程功能去实现这一操作的，所以计算上基本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产生错误的原因可能就是包括我们提供的原始数据本身有问题，或者说它进行数据清洗的过程当中，这个原始表格中有太多的无效的数据，或者是空白数据，或者是无法读取的数据，也可能会对它的分析结果产生影响。另外 Interpreter 暴露出来一个问题，就是它很多地方兼容性不强。就比如说我们可以要求它把这个 Excel 表转换成中文，但是最后是形成的 PDF 文件里面经常会出现一些乱码啦，各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理论上也是比较容易去解决的，我们将我们遇到的问题直接反馈给 ChatGPT， 按照它的操作一步一步来执行，就可以解决这个兼容性的问题。今天给大家讲的只是 Code Interpreter 的一些基本的功能，大家首先要理解它的工作原理。它主要是将你的命令转换成了 Python 语言去进行一个编程。我之前的一期节目也做过一些测试， ChatGPT 在编程方面的能力是明显要强于目前市面上其他的生成式 AI 的。Code Interpreter 除了在数据分析上面暴露出来很强的能力之外，它在数学函数的分析、展示一些可视化教学方面同样具有非常强的优势，同样也包括一些编程方面的教学。比如说你有一个自己不太理解的程式的编码，你可以上传给 ChatGPT， 让它去帮助你理解这段编码的意义，以及在什么地方需要做出修改，包括修改的原理是什么，它都能做到比人类老师更细致、更有耐心，而且它的知识面也是远远超越人类的老师的。目前生成式 AI 的热度有点逐渐下降，我想之所以热度会下降的原因，是因为之前很多参与进来的人其实是抱着看热闹或者说娱乐的心态来参与生成式 AI 的，他并没有想，或者说他不知道该如何利用生成式 AI 帮助他提升工作效率，或者他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一些不如意的地方，他并没有深入的去研究、去请教，所以导致他很快就对生成式 AI 的热度有所下降，认为 AI 不过如此。但是我们可以通过 ChatGPT 这回的 Code Interpreter 的功能，我们可以预测到这一定会大幅提高某一部分人群的工作效率。如果你不想落后于人，那么你就需要赶紧的参与进来。我是大岳，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请给我点赞、分享、订阅，这样会让算法为你推荐更多相关的频道。那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